元始天尊，道教最高神灵的传说及影响。第2章，开天辟地。在天地初开之时，还没有日月星辰，也没有山川河流。元始天尊看到这一片混沌的世界，决定开天辟地。元始天尊的决心，在无极之先孕育着3位伟大的神灵，他们就是道教的3清尊神：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和太清道的天尊。元始天尊是3清之首，也是道教最高的神灵。他生于无极之先，是宇宙的本源。他无形无相，无思无念，却拥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智慧。元始天尊看到混沌的世界，心中涌起了一股强烈的创造欲望。他决心要开天辟地，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元始天尊的法力，元始天尊拥有无穷无尽的法力，他是宇宙的创造者，掌控着宇宙的规律和运行。元始天尊的法力是无边无际的，他可以运转法力，创造出任何事物。元始天尊的行动，元始天尊决定开天辟地，首先要做的就是将混沌之气分开。他运转无穷无尽的法力，将混沌之气一分为2，形成了清气和浊气。清气上升，形成了天；浊气下降，形成了地。天地的形成，清气上升，逐渐凝结成天。天分为36重天，每一重天都有自己的名称和职能。浊气下降，逐渐凝结成地。地分为4大洲，每一洲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风貌。天地万物的诞生，天和地形成之后，元始天尊又创造了日月星辰、山川河流、草木花卉。他首先创造了太阳和月亮，照亮了天地，然后他又创造了星星，为夜晚增添了光彩。他还创造了山川河流，为大地增添了秀丽的景色。他又创造了草木花卉，为世界增添了生机。天地人3界的形成，天地人3界是道教宇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天界是元始天尊和众神居住的地方，是宇宙的最高层；地界是人类和万物居住的地方，是宇宙的中间层；人界是阴阳2气交汇的地方，是宇宙的最低层。元始天尊的功德，元始天尊开天辟地，创造了天地万物，是宇宙的本源，万物的创造者。他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元始天尊的功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创造了宇宙，元始天尊开天辟地，创造了天地万物，这是元始天尊最伟大的功德。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为众生的生存提供了基础，奠定了世界的基础。元始天尊创造了天地人3界，奠定了世界的基础，这是元始天尊的另一大功德。他创造了天地人3界，为世界的运行提供了秩序，孕育了万物生灵。元始天尊创造了日月星辰、山川河流、草木花卉，孕育了万物生灵，这是元始天尊的第3大功德。他孕育了万物生灵，丰富了世界的面貌。元始天尊的伟大，元始天尊是道教最高的神灵，是宇宙的本源，万物的创造者。他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元始天尊的伟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至高无上的地位，元始天尊是道教最高的神灵，是宇宙的主宰，他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元始天尊拥有无穷无尽的法力，是宇宙的创造者，他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伟大的创造，元始天尊开天辟地，创造了天地万物，是宇宙的本源，他的创造是伟大的。第3章，传授道法。元始天尊是道教最高的神灵，是宇宙的本源，万物的创造者。他除了开天辟地之外，还传授道法，教化众生，指引众生走向解脱。元始天尊传授道法的目的，元始天尊传授道法是为了救度众生，众生在轮回中受苦受难，无法解脱。元始天尊希望通过传授道法，帮助众生明心见性，获得解脱。元始天尊传授道法的内容，元始天尊传授的道法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了宇宙万物的奥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修炼之道，元始天尊传授了众生修炼之道，包括性命双修、内丹外丹、符箓咒法等，这些修炼方法可以帮助众生提升境界，获得解脱。养生之道，元始天尊传授了众生养生之道，包括导引吐纳、食养药养等，这些养生方法可以帮助众生增强体质，延年益寿。
知识之道，元始天尊传授了众生知识之道，包括儒家、法家、墨家等思想。这些知识之道可以帮助众生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实现天下太平。元始天尊传授道法的形式，元始天尊传授道法形式多样，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口头传授，元始天尊直接向弟子们传授道法，这是最常见的传授方式。经典传授，元始天尊将道法写成经典，传授给后世。这些经典包括《道德经》、《南华经》、《太平经》等。化身传授，元始天尊化身为各种各样的人物，传授道法。这些化身包括老子、姜子牙、吕洞宾等。元始天尊传授道法的影响，元始天尊传授道法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思想文化方面，元始天尊传授的道法丰富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宝库。道教的许多理论和思想都来源于元始天尊传授的道法。元始天尊传授的道法促进了道教的发展，也对儒家、法家等其他思想产生了影响。在文学艺术方面，元始天尊传授的道法激发了中国文学艺术创作的灵感。元始天尊传授的道法在戏曲、小说、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中都有体现。元始天尊的形象在中国文学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社会生活方面，元始天尊传授的道法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元始天尊传授的道法倡导了仁爱、和平、包容等理念，对中国社会的道德风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元始天尊传授的道法也对中国的医学、养生等领域产生了影响。总而言之，元始天尊传授道法是道教的重要内容。元始天尊传授的道法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始天尊的弟子，元始天尊的弟子众多，其中最著名的有以下几位。太上老君，太上老君是元始天尊的大弟子，也是道教的最高神灵之一。他是《道德经》的作者，被尊为道教的教祖。灵宝天尊，灵宝天尊是元始天尊的二弟子，也是道教的最高神灵之一。他是《灵宝经》的作者，主管灵界。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是元始天尊的第三弟子，也是道教的最高神灵之一。他是天界的主宰，执掌天地万物。王母娘娘，王母娘娘是元始天尊的女弟子，也是道教的重要神灵之一。她是西王母的化身，主管女仙和生育。老子，老子是元始天尊的弟子，也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是《道德经》的作者，被尊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庄子，庄子是元始天尊的弟子，也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是庄子的作者，被尊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教经典，道教经典众多，其中最著名的有以下几部。道德经，道德经是道教最重要的经典之一，由太上老君所著。他阐述了道教的宇宙观、人生观和修炼方法，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华经，南华经又称庄子，是道教重要的经典之一，由庄子所著。他阐述了道家学派的思想，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太平经，太平经是早期道教的重要经典之一，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医学、养生、政治等方面。上清经，上清经是上清派道教的重要经典，内容主要阐述上清派道教的修炼方法。灵宝经，灵宝经是灵宝派道教的重要经典，内容主要阐述灵宝派道教的修炼方法。东玄经，东玄经是正一派道教的重要经典，内容主要阐述正一派道教的符箓咒法。道教养生，道教养生方法众多，包括导引吐纳、食养药养、房中术等。这些养生方法可以帮助众生增强体质，延年益寿。导引吐纳，导引吐纳是道教养生的一种重要方法，包括导引和吐纳。导引是指通过肢体运动和意念来调整气息，吐纳是指通过呼吸来调整气息。导引吐纳可以帮助众生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食养药养，食养药养是道教养生的一种重要方法，包括食养和药养。食养是指通过饮食来调养身体，药养是指通过服用药物来调养身体。食养药养可以帮助众生补充营养，祛病强身。
房中术，房中术是道教养生的一种重要方法，包括房事和养精。房事是指通过性生活来养生，养精是指通过意念和呼吸来养精。房中术可以帮助众生延年益寿，提高性功能。元始天尊传授道法的意义。元始天尊传授道法具有以下重要意义：阐述了宇宙万物的奥秘。元始天尊传授的道法阐述了宇宙万物的奥秘，帮助众生了解世界的本质，指引了众生解脱的道路。元始天尊传授的道法指引了众生解脱的道路，帮助众生脱离苦海，获得解脱，促进了道教的发展。元始天尊传授的道法是道教的重要理论和思想基础，促进了道教的发展，丰富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元始天尊传授的道法丰富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对儒家、法家等其他思想产生了影响。